Hello， 大家好，我是穆迪，欢迎回到频道，和我一起科学护肤，理性种草。今天分享夏天大家最关心的美白、淡斑、抗氧化，如何减少色素沉淀，如何减少晒斑。抑制黑色素，我们有3个大方向，一个是从底层抑制黑色素的产生，一个是从真皮层到表皮层这个运输的过程中如何拦截黑色素，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它已经黑色素形成了，如何淡化它。我们先说最简单的拦截派，我们干扰黑色素的转移，让它在运输的过程中我们把它阻隔掉。一个成分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烟酰胺，近几年你很难找到不含烟酰胺的护肤品。烟酰胺还有一个好处是它可以减少皮质中的脂肪酸和甘油三酯，进一步的缩小毛孔，抑制痘痘，减少炎症。要达到这个效果呢，烟酰胺浓度是5到10这个区间，所以你可以特意加入一个烟酰胺的精华在你的护肤品中。我已经说过无数次的 The Ordinary 烟酰胺精华，第一个精华让我感觉到视觉上毛孔有变小，痘痘也变少的，见效非常快的一个适合油皮的精华。但如果你本身没有这类的问题呢，你也不用特意去加烟酰胺精华，因为我刚才说几乎所有的产品都有嘛。真正减少黑色素的形成，从底层我们就杜绝黑色素，就要用到酪氨酸酶抑制剂了 Tyrosinase inhibitor 这个词我说过很多次在我的频道里面。酪氨酸酶抑制剂它就是抑制酪氨酸酶的形成的。皮肤黑色素所需的这个酶就是2种酶，酪氨酸酶是真黑素和褐黑素。当这个酶被阻断的时候，黑色素就无法形成。下面说这些成分全部都是抑制酪氨酸酶形成的，叫酪氨酸酶抑制剂。最有名的也是处方药，俗称漂白剂的 hydroquinone 氢醌，它是最强效的酪氨酸酶抑制剂，目前在美国也只有医生处方可以开到。最好遵循医嘱，因为它每一次美白的时候，它是会一大片一大片的帮你完全的，不管有没有黑色素都帮你有漂白的这个效果，也是要用一段时间就停一阵子的。和 hydroquinone 和氢醌的结构非常相似，一个我们可以买到的有效成分呢，就是 arbutin 熊果苷。熊果苷它是 hydroquinone 的化合物，和它非常像，它在美白上的研究实验已经超过30多年的历史了。最有效的熊果苷呢是 alpha arbutin， 是 alpha 的熊果苷。我之前给大家推荐过 The Ordinary 的 alpha arbutin 2%加上 HA 那款精华，我当时用完以后，我明显我的晒斑就比较深的那种褐色的变得小了很多。依我推荐精华里面呢，有很多里面都添加 alpha arbutin 的，因为 alpha arbutin 就是价格又不高，效果又好的这么一个酪氨酸酶抑制剂。还有一个比较强效的酪氨酸酶抑制剂，也是一个比较贵的成分，在护肤品中呢不是那么容易见到，但近几年也是被广泛应用了，是 kojic acid 曲酸。临床实验中说它对皮肤的 discoloration， 也就是肤色不均有很大的改善，皮肤的亮白度也很大的改善，75%的病人都看到了皮肤的变化。曲酸也是有处方药的，但是护肤品中的浓度只能最多添加到1%。像修丽可有一款 discoloration serum， 它里面就是含有曲酸的，但那款价格比较高啊。然后近期我找到一个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平替的，曲酸含量也有1%的，是叫 Nihilus，1% 的曲酸加上10%的烟酰胺。你看，基本所有的美白精华、淡斑成分里面都是含有烟酰胺的，它的烟酰胺有10%嘛，而且还有传明酸。并且传明酸是在 kojic acid 就曲酸之上的，所以它含量肯定要是比1%更高。一会儿也会说到，它也是一个很好的酪氨酸酶抑制剂。然后还有 VC 糖苷、谷胱甘肽、玻尿酸、5胜肽、6胜肽，成分非常全面的一个美白精华，质地很好吸收，是透明的那种像啫喱一样的，涂上以后皮肤完全没有负担的。晚上用的话，可以之前用视黄醇啊，之后再加一个它，也不会搓泥，不会打架。下面油痘皮超爱的一个酪氨酸酶抑制剂，顺便可以去除痘痘、去除痘印的一个成分的 azelaic acid 杜鹃花酸，也叫壬二酸。临床实验一些研究表明呢 ，azelaic acid 在治疗色素方面比氢醌还要有效。要8周之后，用20%的杜鹃花酸乳膏的治疗黄褐斑的效果，发现比用4%的氢醌效果还要好，并且它的刺激性是很低的。但20%呢，你是需要处方去医生去开的这个浓度，
它还可以用于治疗痤疮、疤痕、你的痘印、你的红色的痘痘。有时候我会起那种红肿的大痘啊，比如说内分泌失调什么的，用它也是3天之内就会消下去，因为它可以杀掉皮肤中的痤疮杆菌。那如果你在护肤品中呢，我比较推荐的是宝拉甄选的10%的杜鹃花酸，它成分就比较全面一点，它除了杜鹃花酸，还有一些消炎的，还有尿囊素保湿的，甘草也是帮你美白的，还有一点点的 salicylic acid 水杨酸来抑制痘痘。它的肤感比 The Ordinary 那款要更好一点，但它们都属于那个膏体是浮在表面的，所以我是建议在你护肤品里面最后一步去用它们。它没有办法，这个成分它就是这样的，不管你是开价的也好，处方也好，它这个成分它就是不是溶于皮肤的，它是像霜一样，只能在护肤品最后一步用，才不会搓泥。下面一个酪氨酸酶抑制剂是护肤品中的万金油 ，A 酸、A 醇、Retinol。它不光帮你减少色斑、减少暗沉，让皮肤美白，还增加你皮肤的光泽度，细致皮肤，减少皱纹。2016年发表的一个研究呢，发现用0.5%的视黄醇、烟酰胺、白藜芦醇这个组合对美白皮肤和抗衰老的效果极好。Retinol 更适合和其他的美白成分、这些淡斑成分一起使用，效果是更好的。你会发现这些所有的成分啊，一会儿会说的这些精华，全部都是一个 combination， 一个大组合。它们几乎把所有的酪氨酸酶抑制剂都放在里面了，同时添有烟酰胺。组合越多，你淡斑的效果就会越快越好。单靠一个成分是很难快速的改善的，因为斑点它从底层一直到表层，我们要从各个方面、各个的通道去抑制它。视黄醇我已经几乎快用光的0.3%的 Kiehl's 这个视黄醇精华这个精华呢，它的浓度算是比较高的了，不适合新手。每一次摇一摇，然后这样从后面这样挤在皮肤上，它属于比较纯度的视黄醇，所以它效果对我来说也是比较明显的。像我的痘痘啊，尤其那些闭口啊，用它基本3天之内就可以消除。尤其已经对视黄醇耐受的，一定要试一下它。我自己没有任何脱皮啊、泛红的状态。最开始的话，我建议是1周用2次，然后慢慢叠加这个频率。视黄醇的小白呢，我比较推荐 CeraVe 的 Skin Renewing Retinol， 那个紫色瓶子的浓度稍微高一点更适合中性皮、中性偏干。那它里面有神经酰胺、烟酰胺、卵磷脂、A 醇。保湿效果做得很好的，不容易有 A 醇带来的副作用如果你想效果更强一点，当然处方 A 酸是最好的选择了。我这个是 Tretinoin 0.025%，是最低浓度的。我个人觉得这个浓度就挺够的了，只要坚持用，1周用个3次，你用个半年，皮肤那个滑的呀、嫩的呀，再贵的护肤品也替代不了 A 酸的效果。传明酸呢，也是一个很强的酪氨酸酶抑制剂，但是它的强度是没有 kojic acid 曲酸还有 alpha arbutin 那么厉害的，算是一个中度的淡斑成分。临床实验没有那么多，但是其中一个呢，说50名患者用3%的传明酸，然后另一边脸呢用2%的青坤加上0.01%的地塞米松，每日2次这么涂，发现一段时间之后，两边的黄褐斑都有改善，效果是差不多的。但是用传明酸的那一侧呢，明显刺激度要较低青坤那边的副作用就比较大的。说明什么？坚持用这些酪氨酸酶抑制剂是一定有效果的我上个视频推荐的我很喜欢的 BioLab 这个传明酸精华，我很爱，我已经几乎用到底了。它是非常非常好吸收的，比较水状的，跟任何的精华都不会打架搓泥。我很喜欢把它放在早上的 VC 之后，或者是晚上的视黄醇之后涂它。像我说，美白成分越多越好嘛，越 combination 越好。用它皮肤明显变亮了，非常适合敏感肌的精华。当然我今天说的所有的精华全部都是不含香料、不含刺激精油、不含酒精、不含任何的对皮肤不好的成分的因为我首先自己在筛选的时候，我就把那些产品都已经去除了，我自己就不会用，更不会给大家推荐一个平替呢，也是近期用到的，叫 Anua 超级粉色的一个精华，它是有10%的烟酰胺，还有4%的传明酸。
它比较厉害的是它的成分也是非常的组合的，除了刚才说的烟酰胺、传明酸，它还有 alpha-arbutin 有熊果苷，有维生素 B5、3O、isoascorbic acid， 以及抗坏血酸，比较稳定的一种 VC 衍生物。然后还有一些保湿的，像神经酰胺，它整个的配方做得非常完整，就一瓶帮你搞定所有，也是属于比较好吸收的那种。它是粉色的哦，非常梦幻的颜色，也是不搓泥不粘，不像胶水状的。我感觉我今天说的这些精华，除了 The Ordinary 的有一点胶水状，其他的肤感都非常好啊。你市面上能找到这一类成分的，这个价格的基本上就没有。还有一个被好几个皮肤科医生推荐的是 Nabuzen 的 No.5， 它叫 Vitamin Concentrated Serum， 维他命浓缩精华，成分非常的复合，全部都是酪氨酸酶抑制剂，还有维生素 C。我们来看一下 5% 的烟酰胺， 5% 的 panthenol， 4% 的传明酸，乳木果油、甘蔗提取、alpha-arbutin 熊果苷、3O-isoascorbic acid， 以及抗坏血酸、谷胱甘肽 glutathione。 这个词会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护肤品里面，它是一个被临床研究发现也是很好的一个酪氨酸酶抑制剂，美白效果很显著的。 ascorbic acid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没有办法比它再综合了，成分没有办法再多了。它是那种乳白色的，保湿效果会比刚才那些更好一些，用在皮肤上也是快速吸收，没有任何味道，也没有任何化学剂那种刺鼻的感觉，性价比极高的一个美白精华。下面是一个比较弱的酪氨酸酶抑制剂，它主要是靠抗氧化去美白淡斑的，就是维生素 C 和它的衍生物。首先，原型 VC 呢，它 pH 较低，不太融合到皮肤里，也就是吸收上比较差。然后同时它比较容易被氧化嘛，效果不稳定。你比如说开瓶之后，护肤品半个月内它就失效了，效果没有开始好了。但它的科学文献还有临床实验是非常多的，确实它在一定浓度内，你使用方法得当，是有很好的促进胶原蛋白、美白淡斑、抗氧化的能力。所以维生素 C 呢，我比较推荐大牌的，大牌它做的相对来说配方稳定，没有那么容易被氧化，然后 pH 值呢做的也比较温和，皮肤不容易产生刺激。像 Peter Thomas Roth Potency， 它里面也有烟酰胺，15% 的 complex 的 VC， 所以它是复合的 VC 成分，有原型 VC， 还有它的衍生物，同时也有 alpha-arbutin 熊果苷。熊果苷的效果真的很好啊，尤其大牌化妆品里面它是顺便加入这个成分的。它的 VC 还是 tetrahexadiol ascorbate， 非常稳定，促进胶原蛋白很显著的一个 VC 衍生物。还有曲酸，还有白藜芦醇，基本我刚才说的那些酪氨酸酶抑制剂都包含它了，也是没有办法更全面的一个精华了。它就像乳液一样，这是为什么我一定要说它的原因啊。它就像一个精华乳的质地，它不像刚才那些啫喱的精华。如果你是油皮的话，我感觉你夏天涂它一个都够了，你不用再添加面霜了，保湿性也很好，早上涂它一罐，再涂个防晒就搞定了。懒人必备啊，重新被改版了的宝拉甄选的 C15 Booster， 它里面有 15% 的 VC、E、白藜芦醇，完全的修丽可平替，价格是修丽可的大概1/3吧，也是比较容易被皮肤吸收的。虽然它是原性 VC， 配方做的还不错，没有那么容易发黄，尤其这个新版的不容易被氧化。下面就是去角质成分的，我的黑色素已经到了表皮层了，我如何去掉黑色素，去淡化掉你的色斑？被大家熟知的去角质果酸、水杨酸，各种的 AHA、BHA， 比较强效的 AHA， 也是研究表明最好的一种去角质的成分，淡斑的成分就是 glycolic acid 甘醇酸，它还对溶解你的白头、黑头很有帮助那这款是 COSRX。蛮火的，他们家的明星产品，7% 的 AHA， 7% 的甘醇酸和苹果水，去角质、美白，溶解你的黑头白头，然后里面还有烟酰胺的成分。烟酰胺确实是深入到我们所有的护肤品里面了。以后我说护肤品都得要说什么什么成分，我要特意说它不含烟酰胺。好，那这款去角质水完全的不刺激，
用你的棉花涂在脸上，完全不会有刺痛的感觉，涂在痘痘处也不会泛红，不会发痒，让红痘印慢慢的没有那么红肿了，让你的那种发褐色的痘印慢慢的变浅。还有一个我是完全用空了的，是 Versed Glow Toner， 它里面除了 glycolic acid 还有 lactic acid 还有乳酸。我每次觉得黑头比较多，皮肤长得乱七八糟的东西的时候，皮肤状态比较差的时候啊，我就用这个水，第二天早上就像焕肤了一样，因为它里面还有 azelaic acid， 也有杜鹃花酸，也有 kojic acid， 也有曲酸，还有绿茶提取，帮你镇定那个痘痘。每一次用完以后，皮肤特别舒服，好像你做了一个皮肤吸尘器，把你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吸了出来。那去角质水注意也是要跟你的视黄醇啊，如果你用视黄醇的话，是跟它不要同一天晚上用的。比如说你用3天视黄醇，用1天去角质水，然后再用3天视黄醇，再用1天去角质水，这样交替使用。水杨酸去角质水呢，比较适合淡化痘印了，它没有那么适合晒斑。肤色不均，我觉得帮助也不是特别大。那主要就是有痘的人，你经常用它刷个酸呀，减少你的痘疤痘印的。这款也是蛮不错的，我每次都在破了的痘痘上使用，也不会刺激，是E3Tree 的 Chestnut 2% 的 BHA， 用于清理痘痘来说是非常好用的。那很多人说我不想用护肤品这么麻烦，我想快速的淡斑，我不想等个3个月、半年、1年这么长时间，那只有上医美了。医美激光是最快的方式，我做了几个激光呢，我觉得效果不错的，像 PicoSure 皮秒，效果是最快的，最适合淡你的黄褐斑、你的晒斑，还有减少肤色暗沉的。做完以后皮肤感觉就亮了一个度，整个人精神气儿都变好了。还有一个性价比很高的在美国这边很容易找到的叫 Laser Genesis，它的效果没有皮秒那么强，也是要做3到4个疗程。但它的价格是皮秒的大概1/4，就价格蛮低的，而且在我脸上效果也很好，我的黑头白头明显减少了，皮肤变亮了，毛孔缩小了，就整体肤质都有改善，减少痘印的效果也是很好的，所以这个激光非常推荐然后叫 Clear and Brilliant， 这个我没有做过，但是我看过一些评价，他们都说做起来蛮疼的，然后很多人说做了3个疗程皮肤没有什么变化，而且它价格也不低，所以我觉得用这个价格你不如去做大家公认有变化的这个皮秒。然后还有 Fraxel Laser，Fraxel Laser 是会让你皮肤表皮都削下去一层，它是磨皮的那种激光，所以它是有 downtime 的，恢复期大概是至少1到2周，你皮肤是那种红红的状态，不太适合每天通勤的上班族。但如果你的痘印像痘坑痘印比较深的，或者你的黄褐斑晒斑比较重的话， Fraxel Laser 也是很好的选择。那注意，那所有的激光之后都要注意反黑，防晒一定要做足，最好物理防晒遮挡的方式。然后还有一个 BBL， 是 IPL 的最新的一代照光的方式我自己做下来效果没有很好，那2次都让我皮肤过敏了，我第3次就没有再去做了。第1次是比较泛红，然后第2次直接就个大烂脸，可能这个光不适合我的皮肤。医美真的是因人而异并不是说我觉得好你就觉得好，你自己不当小白鼠，你是不知道哪个适合你的。然后就是家用美容仪，我自己很喜欢的是光疗红光面罩，近1年都在用的这个蜜光面罩，还有之前我说的 Current Body 的面罩，都是比较好用的。他们都是用的有黄光这个模式，淡化黑色素，红光和近红外光都可以美白紧致皮肤。而且我很喜欢它有那个祛痘档，我每一次有红肿大痘下巴长闭口的什么，我用它1次，我第2天就能消1半。还有一个家用激光我非常推荐的是 Nira Laser， 它是非点阵激光，它的疼痛指数是比较低的那种，但它效果非常显著对你的皱纹细纹，尤其我发现对我的痘印消得特别快。即使你有痘的地方你也是用它之后，痘痘1周之内不光是平了就不见了。它是用了1450纳米的2极管激光，促进胶原蛋白的效果极好，你皮肤相当于新陈代谢很快嘛，就减少了你的痘印还有伤口的恢复期。它的效果是比红蓝光就面罩肯定是快一些的，因为这是激光嘛，那是光疗。
光疗是比激光是慢的。好，那以上就是我所有淡斑美白的方法，给大家介绍所有的柚氨酸酶抑制剂真正可以帮你美白的成分。希望看完这个视频，你不会再被商家忽悠了，自己去选择有效的护肤品。谢谢你收看，不要忘记订阅、关注、点赞哦。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下方留言。我们下期见，拜。